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周呢，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噩耗，就是维州第4阶段的封城呢，将继续进行2个星期的时间。那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在家隔离跟孩子朝夕相处的这个封锁的时间呢，要持续至少再2个礼拜。那其实这段时间的封城呢，对于很多妈妈来说真的是很抓狂，很没有自己的时间，非常的忙乱。那我呢，作为去年的职场妈妈，到今年因为疫情又被迫成为了全职妈妈。那我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想分享一下我在第1个阶段当全职妈妈的时候，在时间管理上踩过哪一些坑，然后在第2个阶段当全职妈妈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规避掉这些陷阱的，怎么样更好的把握我自己的时间的。那第1个坑呢，就是没有抓大放小，对每一天的时间呢没有规划，然后因此呢被动的去花掉了很多时间，然后浪费掉了自己很多的整块时间。其实作为全职妈妈来说呢，你的整块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所以就是说你的 me time 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的。对于我来说呢，有几块时间可以是比较整块的自己的时间，孩子中午小睡的时间，8点以后孩子睡觉的时间，老公带孩子的时间，以及孩子的屏幕时间。那么这几块时间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但是在第1阶段，就是我刚刚当上妈妈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比较忙乱，我会被动的去花掉很多我的这种整块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场景你会很熟悉，当孩子终于开始小睡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时候我可以休息一下了，所以你就立马躺在了沙发上或者床上，拿起了手机开始刷。这个时候呢，你会注意到有很多母婴二手群的信息，有很多团购的信息，有很多这个公众号又发了新文章，并且有朋友开始跟你聊天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就开始把时间花在这些东西上，你会觉得说，我回一下信息没什么，我看一下群里有哪些团的好吃的好玩的也没什么。但是可能你一刷起来呢，时间就很快的流逝过去了，1个小时2个小时过去之后，孩子很快就醒了，而你发现你在这2个小时当中什么都没有做。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人最可怕的一种状态呢，就是我被迫的去花掉了我所有的时间，看起来我这一天都非常的忙，但是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做。那如果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呢，一定是非常焦虑的，因为人的本性，人的天性就是想要寻求进步的。但是在一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而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看起来紧急但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其实你的整个人的状态一定是非常焦虑的。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我会感觉我每天被裹挟在孩子的时间当中，我的整个时间就跟着孩子的时间走。我现在呢就会每一天非常明确的给自己做一个 to do list， 就是今天我有哪些东西要学习，我有哪些话题要找素材，我有哪一个视频要录，然后呢我会有哪一些这个专业方面的东西需要去学习，需要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做准备。那我可能会每一天给自己分配一些任务，那我这些任务呢就放在我这些整块的不被打扰的自己的时间当中去做。那有的人就会说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朋友来的留言呢，或者你在群里会错过很多信息啊，怎么办呢？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手机的信息啊，你只是选取一天的某1个或者2个时间段去刷的话，其实你不会错过太多的东西的。无非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东西结团了，你没有买到，那你就正价买，或者找下一个机会买就好了，不会是所谓的错过1个亿的。然后闺蜜或者朋友给你发的一些信息呢，你没有看到，那没有关系，你就跟他约一个时间，直接电话呀，或者是视频。这样的话呢，我跟我的朋友呢，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更好的进行深入的交流。第2个呢，如果是视频的话，我还可以带着我的孩子跟他一起视频，这样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呢，还可以见到面，可以互动一下。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节省了我的时间，并且呢，更增进了我和朋友的感情。
并且当我知道我的这些整块的时间呢，花在自我学习和成长上面，包括有的时候我会花在健身啊、跳舞啊，还有看书啊，然后包括是刷剧上面，那我都会感觉到我这一天我的时间我知道到哪去了，然后我会感觉到我每一天或者是休息到了，充分的娱乐到了，放松到了，或者是我学到了东西。那这样的话呢，我会觉得每一天都是很有收获的，会大大的缓解掉我的焦虑感，并且呢，持续的学习是我对我自己信心的一个保证，也是我在疫情过去之后重新进入职场的一份底气。那我第二个踩过的坑呢，就是我把育儿和家务这两件事情分得太开了。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呢，我的时间规划是自己的时间 me time 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的时间当中一定要做我自己的事情，那么我的家务呢就会排到其他的时间当中做，就比如说洗衣服、打扫卫生、做饭，这所有的家务我都会选择跟孩子一起做。我以前呢看过太多的育儿文章、育儿公众号了，所以呢我会学到很多的跟孩子做游戏呀、全脑开发呀，包括说这个早教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会被灌输一个思想，是说我要全心全意的陪娃带娃，那么我就会孩子醒的时候，我全心全意的带孩子，等孩子睡了之后呢，我再继续做家务。其实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现在呢，我就会把两件事情融合起来，因为你会知道早教它不仅仅是你要用一些教具去开发他的大脑，而是他要接受全方面的刺激。那全方位的刺激包括什么呢？其实就包括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是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我在做饭的时候呢，小时候我会把他的这个 baby 座就是架在我的灶台上，让他看着我做饭，一边呢跟他讲解这是什么菜，那是什么菜。然后现在呢，我可能会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然后告诉他刀是危险的，不能碰的；水壶是危险的，不能碰的。应该这些工具呢，应该怎么样去使用？然后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也会给他一个小任务，让他不要无聊。比如说我在收拾东西、打扫卫生，我就会跟他说，你去帮妈妈拿一个扫把，然后把这一块的脏东西扫一下。他会很高兴的去完成我的任务。其实就是在我每天给他布置的这些小任务当中，他会习得一些技能，并且呢，他对自己能力的这个自信度，对一件事情的完成感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这些呢，也是早教的一部分。那第三个我之前踩过的坑呢，就是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我非常希望我能把一件事情做好，把这个家务全都打理好，同时呢又能高质量的陪孩子。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家务是做不完的。如果作为一个全职妈妈呢，你的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你要打扫卫生，你要做饭，然后你要收拾东西带孩子，然后孩子经常会给你制造出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吃饭，他会吃的满桌子满地都是，他时不时呢又会吐奶，然后又会把东西弄脏，然后大一点呢会往墙上随便画画，或者是说会把这个玩具扔的到处都是，这都是你的工作。所以作为我来说呢，我现在有两点，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妈妈，你做60分的妈妈，做一个足够好的妈妈就已经够了，就已经很厉害了。对于家务呢，我会觉得能机器代劳的就不要自己做，能简单的就不要复杂，能粗糙的就不要精细。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大厨王刚做的肯定好，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个东西太费事儿了。包饺子、包包子当然也很好，但是对于我来说难度系数太大，太耗时间了。那我与其是去往那个方向发展，我不如去看一些妈妈的简单分享，因为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更省时间并且更健康的。做饭呢，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要
做饭的时间不要超过孩子吃饭的时间。比如说这一份东西孩子要花半个小时吃完，那做饭的时间就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我在之前的经历当中，我会觉得如果我做饭的时间过长，那我会有一种付出感。当我给孩子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我辛苦做出来的东西他就是不感冒，或者是说他那天胃口就是不好，他一口都不吃，或者是吃一口就扭过头不想再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很委屈、很有挫败感，因为你会觉得说妈妈花这么多时间做的这一份营养套餐给你，这个色香味俱全，你居然会不吃，你对不起我。当你非常希望他把这个东西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去 push 他，去催他赶紧吃。那其实作为孩子来说，他是很敏感的，他是可以感知到你的情绪的，可能他那个时候呢就会很天然的去反抗这件事情。那来回来去呢，你们就处在一个情绪对抗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们俩的情绪呢会形成一个非常负面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其实到最后呢，你也很受伤，他也很受伤。所以呢，我会想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我做到 OK 就行了，我过得去就行了，我不要做到完美，甚至说我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人生也好，生活也好，育儿上也好，你需要去做取舍。当你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可以舍弃什么。比如说像做饭这件事情，我希望孩子跟我能有一个正常的正向的反馈，那么我就放弃了去把饭做好做精美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那我会觉得呢，比起我去做一顿很好的饭，把家里打扫得很整齐，我能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跟孩子有一个轻松愉悦的互动，我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同样的呢，在这个收拾家的方面呢，我也是能不动手就不要动手。我经常会带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他把玩具都丢出来玩了，然后到最后呢，我会要他自己去收拾玩具。如果他不收拾的话呢，比如说以前我的孩子还很小，然后他自己真的不会去收拾，那么我就会说我来收拾，然后你在旁边看着，并且我会给他一个小任务，如果你不想收拾的话，你能不能把那一个玩具递给妈妈，然后妈妈把它放进去，你可以看着妈妈是怎么帮你收拾的。其实很多好的习惯，你说第一次的时候，孩子肯定是不会听的，因为很多好的习惯，很多自律的习惯是反人性的，特别是孩子天生一定是追求放飞自我的，所以很多东西呢，你要说过很多遍之后，他才会知道，哦，我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我需要做这件事情，他才会因为做这件事情而有成就感和满足感。所以总结下来呢，我的心法就是：第一，抓大放小，勇敢的放弃一些不重要的事情，给自己留够足够的自己的时间；第二，带孩子和家务能并行的时候就一定要并行，能偷懒的时候就大胆的去偷懒；第三，放弃做一个完美的妈妈，你做一个60分的妈妈就已经很棒了。最后我想说呢，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不喜欢全职妈妈这样的一个头衔，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呢，首先你是全职的你自己，然后你才是一位妈妈。那我呢，作为一位当过全职妈妈也当过职场妈妈的女性呢，我其实还有很多我自己踩过的坑，总结过的经验教训可以分享给你，也希望你呢可以点击订阅我，并且激活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后面有趣的话题了。那你如果也有什么时间管理的妙招呢，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也欢迎你给我留言。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也希望呢视频前的你呢都能有一个好心情去面对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也都能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时间，得到应有的成长。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